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发。这周 AI 的消息呢，是真的多到一个夸张的程度，那种你只要划个手机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已经落后一整个版本的密度？首先是 OpenAI 这边一口气就丢出了一个新的订阅方案，他们呢还正式讲清楚了，以后接下来呢，他们要怎么去放广告，怎么去赚钱。而 Google 这边呢也没再客气，搜寻、教育、音乐、YouTube 全部都在塞AI 影片工具这边 Runway、LTS、Creo AI 还有 Queen AI 呢全部都在动，都在更新。然后呢你还会看到 Spotify、Adobe、Waymo、AMD 甚至是 Apple 呢跟 OpenAI 都被传出了在准备实体的 AI 装置，真的是不夸张，这一周真的可以拆成3集来讲。但是今天这一集我想帮你做一件事，就是帮你把所有的杂讯滤掉，只留下你真的该在意的那几条主线。因为我觉得现在 AI 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是谁的模型比较厉害了，而是谁比较早找到怎么活下来，怎么变成基础设施这条线。好，那我们呢就直接从 OpenAI 开始吧。OpenAI 推出 ChatGPT Go， 很多人第一眼呢只看到一件事，又多了一个比较便宜的方案。但我自己看这件事呢，完全不是从对使用者好不好这个角度来的，而是从 OpenAI 现在卡在什么位置来看。因为现实很残酷的， ChatGPT Plus 呢1个月$20，对很多人来说呢已经是心理门槛了。企业方案、进阶方案更是只有少数的公司会在用，但是同时 OpenAI 的成本结构非常重，算力、模型训练、人员研究没有一项是便宜的。所以 Go 这个方案其实不是多给你一个选项，而是 OpenAI 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不能让更多人变成付费用户，我是不是就撑不久了？那 Go 的定位呢也很清楚，不是给重度玩家，也不是给企业，而是给那群每天会用但是呢又觉得 Plus 有点贵的人。这其实是一个很标准的平台打法，你可以把它想成 Netflix 的基本方案，或者呢 Spotify 的学生方案，不是为了单一用户赚很多钱，而是为了规模。而这个呢也直接连到了后面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当你用户规模拉上来，但是单人的付费下降，那钱要从哪里来？答案呢就是广告了。所以你如果把 ChatGPT Go 免费版广告、 OpenAI 公开谈广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件事， OpenAI 已经不再是把自己当研究型的 AI 公司了，而是开始把自己当一个大型的消费级平台。前面提到 OpenAI 开始正式的谈广告，我就想把很难回头的路这件事讲得给大家更清楚一点。因为问题真的不在于广告好不好，而在于一旦呢你选了这种收入模式，你的产品会被迫长成另一种样子。OpenAI 走到今天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呢它是全世界最多人用的 AI 工具之一，大家把它当成了可信任的回答者，但是另一方面它的成本结构又非常的重，而且呢竞争者一个比一个凶。你如果站在 OpenAI 的角度去看，它现在呢其实卡在了3条路的中间。第一条就是提高订阅费，但呢这会直接赶走一大批人。第二条呢只靠企业方案，但是呢那又会让它失去了全民入口的位置。而第3条就是引进广告了，让使用量本身变成了收入的来源。所以广告呢不是突然想放，是迟早都要放的。但是我说它很难回头，不是因为广告一上呢就不能拿掉，而是因为你一旦开始为广告优化产品，你就不可能再假装自己呢只是在做工具了，你会开始在意对话的留存率，每天打开次数，哪些问题呢会让人多停留一点。这些指标呢本身就会影响你怎么去设计回答，怎么去设计界面。更微妙的是 ChatGPT 的使用情境跟搜寻还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搜寻呢本来就有商业的预期了，你知道点进去会看到广告，但是聊天是一种信任式的互动。
你是把问题交给他，所以只要哪一天使用者开始有一个感觉，这个建议是不是因为有人付了钱你才这么回答我的？那不是功能变差，而是关系就变差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条路最难的地方不是技术，而是大家的心理。OpenAI 接下来呢会变成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它要同时是你每天用的助手，又是靠商业模式活下来的平台。我不会说它一定会失败这样子的话，但是呢，我会说从这一刻开始 ，OpenAI 的每一个产品的决策都会比以前更加的有重量。接下来的这一段呢，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我重新整理一下，用一个比较好理解的方式来讲给大家听。有报道指出 OpenAI 呢正在思考一种模式，如果有人用 AI 做出了非常高价值的成果，比如药物的材料、关键的技术，那这个 AI 平台呢是否应该拥有某种形式的参与权，或者呢是分润？乍听之下呢会让人有点反感，对不对？但如果你把时间轴拉长，这其实呢是一个迟早会出现的问题。以前的工具逻辑是这样的，你用 Word 来写小说，小说是你的；你用 Photoshop 修图，作品呢是你的。但现在的 AI 不只是加速器，在某些领域它可能真的是路径的提供者。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研究人员他用 AI 模型去搜索了数百万种的化学组合，然后最后他找到了一条人类很难靠直觉想到的路，那这个发现到底是谁想出来的呢？你可以说是人下的指令的，也可以说是模型搜索空间的结果。那 OpenAI 呢现在就丢出这个讨论了，其实呢它也是在测一测水温。当 AI 开始参与创新本身，成果的归属要不要重新去定义？这件事如果真的走下去，影响真的是会非常深。研究者呢可能会开始思考，我用哪一个平台会不会影响我未来的成果分配？而平台呢也会开始不只是卖 API， 而是变成了某种研究合作伙伴。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这条路如果没有清楚的边界，反而呢会让很多人对使用 AI 产生顾虑，特别呢是在学术还有研究的领域。所以这不是 OpenAI 一家公司要解的问题，而是整个 AI 产业呢迟早都是要面对的伦理还有制度问题。再来呢，就给大家讲讲影片工具现在集体更新了 Runway、LTS、Curio AI 还有 Queen AI。这次他们的更新呢是在解不同类型的问题。先讲 Runway 现在最强的地方已经不是画面会动，而是它在努力的去做一件事，就是让你改东西的时候不用整支重来。它现在主推的是图片转影片，还有影片的局部调整，目标真的是很明确了，就是给剪辑师、广告制作这种既有素材的人来用的。Effects, product shots and ads, and even give it hyper-specific directions. Like a man in the back of the cab, whip pan to a monkey driving, whip pan back to the man surrounded by pigs, whip pan back to the driver that's now a pig. Yeah, it can do that.Any story you have to tell, movie you want to make, ad you need to ship, or random idea you want to explore because maybe it'll sort of be interesting if you can just see it the way you see it in your head. You can do that with Gen 4.5 image to video. Available now. LTS Studio 这边呢，它更像是在服务故事型的创作者，它把重点放在了脚本、节奏、配音、分镜上面。你可以把它想成 AI 导演助理，比较适合想做叙事影片、短剧啊、品牌影片之类的。Well, I really just wanted to give you something to get you hooked. Because sometimes it's not what you say, but how you say it. Curio 呢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不是要帮你想故事，而是给你一个及时的控制台，你可以边看边调，画面一不对呢，马上可以给你拉回来。这对设计师啊、视觉导向创作者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最怕的就是等半天结果不对。
最后呢是 Queen。Queen AI 的强项呢在于一致性，它比较偏向技术底层，它会让角色风格不乱飘，适合做电商品牌长期内容的那种需要稳定长相的场景。こんにちは。今日もお疲れ様でした。ゆっくりしていってくださいね。こんにちは。まだまだ寒いんだけど、みんなは暖かくしてる？私こんな格好で寒いんだけど。所以我会这样分，软尾呢适合有素材的人 ，LTS 呢适合讲故事的人 ，Korean AI 呢适合即时视觉调整的，Queen AI 呢就适合追求一致性的商业内容。这代表了一件事 ，AI 影片呢已经从谁最炫的阶段走到了谁最对症下药的阶段了。前面讲到影片工具开始往实用上去靠了，其实同一件事呢也正在发生在了内容消费还有学习上面。这周 Spotify 呢扩大了他们的 Prompted Playlist， 乍看之下呢好像只是更聪明的歌单，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想，它其实是在做一件很关键的转变。AI 呢不再只是推荐内容了，而是理解你现在的状态。你不是只跟他说，你要听流行歌，你可以去说，我刚下班很累，但是呢又不想要太安静的，或者呢是，我现在在赶稿，需要不会干扰到我的音乐。那 Spotify 在做的，其实呢是把情境变成了输入。这件事看起来是很生活的，但它其实在训练使用者的一个新的习惯，用自然的语言描述自己的状态。Google 呢在教育这边做的事情呢也非常相似，他们把 Gemini 呢拉进 SAT 练习，不是让 AI 帮你选答案，而是让它陪你拆解题目，练习思路。这跟以前的线上题库很不一样哦。以前呢你错了就是错了，现在 AI 会跟你一起回头看你到底卡在了哪里。我会把 Spotify 跟 Google 的教育放到一起看，是因为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把 AI 从给结果的位置移到了陪你走过过程。这件事对使用者来说更加温和，对平台来说也更加的黏人，因为你不是偶尔去用它了，而是会把它当成了一种习惯。当你习惯去用 AI 陪你练、陪你选的时候，下一步呢其实也很自然，就是让 AI 直接帮你去想了。Google 这次把 Personal Intelligence 正式放进了搜寻，意思呢就是你在搜寻的时候 AI 不只是看关键字，还会看你过去的 Gmail 啊、日历啊、文件啊、搜寻记录。也就是说，两个人打同一个问题，看到的答案呢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想用监控这种太重的词，但是呢我会说搜寻从公共的工具慢慢变成了私人助理。好处呢是很明显的，它更加去懂你了，你不用每次都从零开始解释背景什么的，但是呢代价会是什么呢？你开始比较少的看到你不会主动去找的东西。搜寻原本最大的价值在我看来是让你遇到你不知道的事件，现在呢它越来越像是在帮你整理你可能想要去看的事件。这不是好或者坏的问题了，而是视野会被变窄的问题。我自己现在的用法就是生活问题我可以交给个人化的搜寻，但是真正需要判断方向的时候，我还是会刻意的用匿名或者是一般搜寻来去做。
那如果搜寻学习工具呢都被 AI 包进去之后，其实下一个一定会轮到的就是内容平台。而 YouTube 这次丢出来的2026方向，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更加激进。YouTube 也讲得很清楚，接下来的几年呢 AI 会全面进到 Shorts、音乐、游戏，甚至呢直接参与到内容生成本身。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 AI 分身 Shorts， 也就是你可以用自己的脸、自己的声音，让 AI 帮你生成短影片内容。这件事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技术有多厉害，而是因为它彻底改变了谁能当创作者这件事。以前拍影片你至少要会剪、会录、会想脚本，那现在门槛呢被压到只剩下一件事情了，就是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样子还有声音交给系统。很多人看到这里呢会很兴奋，觉得终于不用熬夜剪片，对着镜头重录啊什么的。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一件事，创作的门槛呢一旦被拉到最低，竞争呢一定不会变轻松，它只会呢竞争变得更加的残酷。因为呢当做出来这件事不再困难，真正稀缺的东西就会换位置了。以前稀缺的是技术，现在稀缺的是观点、节奏，还有大家对你的信任感。你可以用 AI 一天去生100支 Shorts， 但是观众为什么要看你的那一支呢？为什么要去追你？为什么要相信你？而且别忘了 YouTube 本质上呢是一个分发平台，当内容生成的速度变快，平台的演算法呢只会更快的去淘汰那些没有辨识度的内容。换句话来说， AI 不会平均的去帮所有的创作者，它只会放大已经有特色的人。这也是为什么 YouTube 在谈 AI 的同时，一直去强调创作者的独特性还有人味。它其实呢也很清楚，如果平台最后只剩下大量相似可替代的 AI 内容，那观众呢很快就会疲乏。所以我自己去看 YouTube 2026的方向，会给一个很现实的结论， AI 会帮你省时间，帮你去量产，但是呢它不会帮你建立价值。未来真正辛苦的不是去做内容，而是让人记住你是谁。当 YouTube 把创作的门槛呢一路往下压的时候，其实另一件事呢也正在同步的发生，专业的工具的角色正在被重新的定义。Adobe 这一波的更新呢，我觉得最关键的地方不是功能多强，而是它选择了一个很反潮流的做法。它没有去做一个全新的 AI App， 也没有逼你换工作流程，而是把 AI 悄悄塞回你本来就在用的地方。Premiere、After Effects 还有 Acrobat 这些对专业用户来说早就不是工具，而是工作的一部分的东西。Adobe 呢很清楚一件事，对于专业的创作者来说，最大的痛点呢从来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改变的成本太高。你今天叫一个剪接师、动态设计师，为了 AI 去重学一套系统，他很可能直接不用了。但如果你是在帮他在原本就熟悉的界面里面，帮他省掉那些最烦人、最重复的动作，那接受度就会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 Adobe 现在的 AI 多半呢是在做这种事，自动整理时间轴、辅助动画，还有快速的生成草稿，或者呢是把 PDF 的内容帮你转成简报或 Podcast。 这些功能听起来不炫，但他们省下来的是专业人士每天被吃掉的时间。我觉得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AI 真正会吃掉的不是专业，而是专业者也讨厌的那一段工作。那些不需要创意，但是呢又一定要人去做的事，才是 AI 最适合的位置。所以如果你把 Adobe 跟 YouTube 放到一起看，你会发现两边其实在做完全不同的事。 YouTube 呢在扩大创作者的人数，而 Adobe 呢在保护专业创作者的效率还有价值。这两条路呢是不冲突的，反而呢是同一个生态的上下游关系。
AI 走过搜寻内容工具，最后呢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它什么时候要离开荧幕进到现实世界？最近几个看起来很零散的新闻，其实都在回答这个问题。Waymo 开放了更多城市的候补名单，代表了自驾车真的是要进到日常的交通里了。还有 AMD 呢推出能在桌面上跑的 AI 超算，代表算力不再只存在于资料中心里。Apple 呢跟 OpenAI 被传出在准备实体的装置，代表连最保守的公司呢也开始思考 AI 的新入口可以长成什么样子。这些事情呢合到一起，其实在讲同一件事， AI 开始有身体了。而一旦 AI 有了身体，所有问题的等级呢都会瞬间的拉高。聊天机器人讲错话你可以重问，推荐错一首歌你可以跳过，但是如果车子的判断错误，穿戴装置误判环境，那就是现实世界的风险了。Waymo为什么一直被拿来讨论呢？因为它是少数真的把 AI 放到城市里面跑的公司，不再是 demo， 不再是测试，而是在真人了。这代表 AI 不只是准，还要稳，还要在极端的状况下做出合理的反应。而穿戴装置就更加敏感了，你愿不愿意每天带着一个会听、会看、会记录的东西？你信不信任它？你知道资料怎么用吗？这些问题呢，其实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心理问题。AI 技术的本身进步真的可以很快，算力一加，模型一换，资料一多，半年就能从看起来笨笨的变成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但是信任不是这样子来的，你不会因为一个 demo 很漂亮就真的敢把方向盘给交出去，你也不会因为一个发表会讲得很好听就每天带着一个一直在听在看的装置出门。信任呢是用久了没出事，是出了小事故有被好好处理，是规则慢慢定清楚的情况，是大家知道出问题了谁去负责。所以如果你把今天这一整集呢串起来看，我会觉得 AI 已经不是在比谁比较聪明了，而是在比谁比较能被放心的放进生活里。工具会一直在进步，功能也会一直变多，但是真正卡关的地方往往呢就不是技术，而是你敢不敢用，你敢不敢让它帮你真的去做决定，敢不敢让它记住你的习惯等等，还有敢不敢让它在现实世界里面替你去行动。这些问题呢不是发表会上讲一讲就能解决的，而是要靠时间，靠实际的使用，甚至呢是靠一些出过问题然后被修正过的经验来慢慢去累积。所以我现在去看 AI 不太会急着去问它能不能做到什么什么什么，我比较在意的点就是它什么时候才适合被交出去。好，这一集呢就到这边。如果你回头想一想哪一段让你有点停下来多想了那么一下，那这一段呢大概就是接下来最值得你追的地方了。OK， 那我们呢下支影片再见，拜拜。